祷告震动人心，带来属天能力。由基督之家联合祷告训练中心和天路事工连结教会机构与神学院共同举办的全球华人基督徒祷告特会已迈入第2届，这次以当求庄稼的主为主题，期盼借着圣经信息的分享，激发基督徒祷告的热情，培植祷告同工，使教会成为天下万民祷告的殿。第一次的祷告特会，神让我们开拓了眼界，最终好像有700来人在线上参加了这个聚会。那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是来自海外。那今年我们在进行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很明确的要变成全球华人的一个祷告操练学习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仍然保持线上的部分。更重要一点，要使教会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个万民的祷告殿是什么意思？不但热爱祷告，而且祷告有个很清楚的焦点，就是呢，使万民呢都流归到主的殿中。换句话说，他们要信耶稣，做宣教。我们可能会在很多的跨文化宣教方面要有一些的这个设计。我们定了一个目标，要培植300个祷告勇士，让他们呢就是每天好好祷告，专心的半个小时，那么这个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有很多方向来配合。这个祷告深度够，一定要被圣道充满和被圣灵充满。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这一届特别以实体和线上同步的方式举行。大会邀请到刘富里牧师、李彦光牧师以及林祥元牧师为主题讲员，分别当求祷告、工厂的需要以及庄稼的工人为重点来分享信息，并有10多个满足不同需要的祷告信息专题，都精心设计，以华语、粤语2种语言进行。我们都知道，今天华民散居在全世界各地，也看到各种不同的民族因为战争、饥荒到处逃奔的难民，他们真是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有走就向前，但他没有注意到悬崖就在前面，一不小心就要掉落死亡。又可能有财宝已经在前面等着他，一下子就被吞吃。耶稣怜悯这一些困苦的人，但是在这么大的需要中，耶稣没有叫我们立刻出去收这些庄稼，而是要我们先祷告。他说：“当求庄稼的主。”这就是祷告，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参加这第2届的全球华人祷告特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末后关键的时刻，真的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主就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来出去收他的庄稼。”但是这句话里面有3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庄稼的主为什么不主动差遣做工的人，反而要求我们来求他呢？而且最担忧他庄稼在收成时机荒废的，应该是庄稼的主。最着急的应该是主，怎么是由我们来求呢？第3，庄稼的主为什么要我们这样来求他差遣工人，而不是差遣我們自己來收他的莊稼呢？咁咧，大會俾我嘅重點係講到工人點樣能夠成為一個有效嘅工人咧，一個蒙神喜悅嘅工人咧。大家都聽過一句説話啦，沒有工人咧就沒有工作啊！工人咧喺工作而先啊，神一直喺度等候同埋塑造工人嘅。咁咧，我哋都知道咧，都有一句説話咁講嘅嚇，工欲善其事咧，就必先利其器啊！即係話你有好嘅工具啊，當我哋工具就係我哋人啦，先至能夠咧有呢一個有果效嘅成果嘅。
我年輕嘅時候聽見呢個周主培牧師咧，成日都講，佢話乜嘢咧？佢話咧喺神嘅工作裏邊咧，佢成日都用英文講嘅 ，not the method but the man，not the man but the vessel， 唔係單係話一個嘅方法，而係咧一個人，神要揀選嘅人，亦都唔係一個普通嘅人啦，一個嘅器皿。所以今次我呢一個嘅主題咧，我係特別針對點樣能夠成為一個神所喜悅嘅工人。特會將於2024年7月13日舉行，不論您身處何地，不論您說國語或是粵語，都可以報名參加。全球華人禱告特會，以期待的心等着您的到來。感謝您收看北美好消息新聞快報，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北美好消息 YouTube 頻道。